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6月9日下午的16点13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今天道琼斯工业指数和上证指数同步出现了一个回落啊，这样的回落呢，我们发现了啊，道琼斯工业指数依然处在一个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震荡整理呢，它是由我们前文提到了啊，周线级别下跌和日线级别反弹，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之后形成的啊。道指出现了日线级别的横盘震荡啊，让比特币在当前时间点也没有更好的动作啊。但是呢，我们发现了啊，道琼斯工业指数啊已经出现了日线的反弹啊，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那上证指数呢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反弹吸油啊。我们看啊，上证指数是周线级别下跌啊，然后周线级别反弹，形成了一个对称性的上涨和下跌。那么在时间级别上啊，上证指数周线级别反弹，道琼斯工业指数日线级别反弹，而比特币呢暴跌之后啊，比特币在周线级别暴跌之后它仅仅出现了一个什么呢？4小时级别的反弹仅仅出现了一个我们图上画出来的这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而4小时级别反弹的主要发生位置是在这里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当前行情当中4小时级别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近焦点的这个位置发生了4小时级别反弹，反弹之后回落，然后继续延续了这个震荡。当前时间段比特币已经横盘震荡了20几个交易日，这样呢，我认为在结构上有上涨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美股日线反弹， A 股周线反弹，比特币非常弱势它的这种弱势呢和美股 A 股形成了一个高度的背离背离的情况下，同时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我们之前看的是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和日线级别上同时都出现了一个什么呢？窄收敛结构。这个窄收敛结构就是酝酿多头的温床我们看到前面有4小时级别反弹被打压下来之后又反弹上去，又杀回来，又反弹上去，然后现在在这里盘整震荡非常接近6月11日今天是几号？今天6月9号，非常接近6月11日这个焦点的位置。那么目前在这个近焦点的位置上就容易发生什么呢？发生反弹如果它回打下来的话，首先是当前运行的这个窄收敛当中近焦点位置是一个反弹的发生地。那如果跌下来之后只要能撑住28500就还有可能绕回来这个震荡发生的反弹主要有2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跌下来反弹上去，第二种形式直接发生反弹我们看一下日线级别如果打到日线级别，我们已经非常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了这是一个容易发生变盘的位置同时呢，切换到日线级别上来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志性阳线，也就是说这个4小时级别反弹吸油它引发的一个标志性阳线，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标志性的悟空阳线，可以理解为标志性的日线级别悟空阳线。没有跌破的情况下在当前的这个日线级别悟空阳线开盘价29500 29500这个位置不跌破的情况下，就有可能酝酿日线级别的反弹吸油，最终呢形成与下跌对称的一个结构行情当中这种情况非常多我们要耐心等待它盘整之后的上行。
我们知道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啊！这段时间盘整让很多人煎熬，要让很多人的资金在多空双方向受到绞杀，但行情机会还有是为什么呢？刚才我们提了啊，美股 A 股同比特币在反弹的时间级别上发生了背离，同时呢，比特币目前形成了一个日线的非常窄的收敛结构。我们放大来看啊，它是一个非常窄的收敛结构，这样呢，对多头形成了一个温床啊。如果发生日线反弹的话，我们的目标位是在36000啊。如果再次发生4小时级别反弹的话，目标位是33500啊。这两个点位呢，是我们可以布局空单的位置。我在前面行情当中说了，这两个点位的区间，它是一个可以布局空单的位置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因为整个行情呢，我们看啊，它是发生了周线级别的下跌啊，我们有这个4小时到日线级别反弹西游的预期，完成预期之后还要下跌啊，因为上轮行情18年的行情，比特币跌了70%，在第一个下跌阶段啊，现在最多60%，最多跌了60%，目前点位是跌幅达到55%啊，最高跌60%啊，所以呢，下面还有空间。我们的6月底啊，第一目标位是2万美金啊，这个位置大概率会达到啊。目前呢，道指震荡啊，给了这个比特币一个很好的反弹温床啊。这段时间我看到了很多山寨啊正在暴涨啊，因为比特币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价格平台区的时候啊，很多山寨就跃跃欲试啊。我昨天看到的，这是我搜集到的 AVT 啊，这是 Coinbase 平台的啊，然后还有这个 TRB 啊，都出现了一定的涨幅。Wing 啊，这个涨幅比较大。So 啊，还有这个 UNFI 啊，这都是涨幅比较大的，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下，甚至可以做一些布局，但一定要等它啊上冲回落之后啊再买这个，在盘整阶段买，然后一定要设置一个止损。我们昨天观察到的 UNFI 啊，它是一个15分钟级别的上涨啊，15分钟级别一个上涨西游直接拉升，然后对称性的15分钟下跌，然后开始盘整。盘整过程当中，你看它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结构啊，在当前这个区域上是可以买一些的，然后一定要设置一个止损啊，因为它的拉升速度是急速啊，急速的拉升啊，急速拉升构成大量的筹码空白区啊，同时快速回落啊，清理这个获利盘啊，清理完成之后呢，我认为啊，它因为上涨的力度啊，它是一根阳线上涨上来的啊。什么是一根阳线呢？就是日线级别一根阳线上涨上来的。大多数的山寨币容易走这样的结构，容易走4小时级别上涨或者日线级别上涨啊，这样的是比较强势的。即使是在这个弱势的行情下啊，这两个时间级别上涨已经是力度更大的了啊，已经是力度很大的了。我们之前提到的 Waves 啊，它发生的是什么呢？它发生的是周线级别的上涨啊，周线级别上涨我们看到了，从8美金直接拉升到63美金啊，涨幅大概在8倍啊，8864嘛，它打到63块8毛8啊，然后出现了2轮周线级别下跌啊，当然了，这2轮周线级别下跌中途它有一个日线的反弹啊，有一根日线的反弹在这里，试图形成日线级别的反弹啊，这是2个概念，一个是日线的反弹，一个是日线级别的反弹啊。日线的反弹只有一根阳线，这根悟空阳线呢被比特币的行情打压下来之后反弹失败啊，但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2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啊，它正在做什么呢？它发生了一轮4小时级别的上涨，盘整震荡啊，这么长时间的盘整震荡，它还容易出现什么呢？还容易出现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啊！只要比特币能够稳定住啊，山寨币比特币的稳定呢，就构成了一个山寨币的温床啊，特别是之前的强势币啊，还有资金在这里面跃跃欲试啊，所以呢，在这种行情下呢，
是对于山寨来说啊，设置一个止损位啊，然后介入是没啥问题的啊，是没啥问题的。我们看到了，当前 Waves 啊依然处在一个1小时线的稳定结构当中，所以这里还存在机会啊，还存在机会啊。然后我们说一下以太坊啊，这轮行情我们明显观察到了以太坊是非常弱势的啊。当前以太坊形成了什么呢？左高右低的一个右空之后拉爆空头，然后又打压下来啊，始终处在这个结构当中啊。它和比特币不一样，比特币处在一个稳定的收敛三角形当中，而这个以太坊呢处现在一个稳定三角形的下方位置啊，下方位置。但是这个位置呢，只要不跌破的话，也可能酝酿4小时级别的上涨啊，在当前的这个位置，虽然以太坊是相对于比特币来说弱势的啊，但这里面存在反弹机会啊，当然要注意上方的一个重要的阻力位在2150啊，也就是说从2150是以太坊可以逐步布局空单的啊，2150到2500这个区间啊，为什么说这个区间呢？我们看啊，当前的结构在日线级别波峰连线，就是这个红线形成的压力位，在2150形成压力位。波谷的连线从最高点啊出现之后，波谷的连线在2500形成了一个压力位。所以呢，如果打到这样的一个区间，如果反弹到这样的一个区间，是什么呢？是布局空单的，因为整个熊市还在运行，还在运行。比特币的震荡呢，会给以太坊旗下啊，或者是 BSC 链啊，很多山寨提供上涨的温床，但都是短暂的啊。只要我们观察到啊，比如说 Waves 这个出现了，完成了日线的反弹啊，那么它的下跌我们要积极的布局了啊，它的下跌合约啊，做空合约我们可以积极的布局了啊。只要是有快速的拉升啊，快速的拉升，像这个UNFI 啊，我们这个是不太好抓的啊，因为它拉升的时间不太好啊，它是早上7点45，我们看一下5分钟线啊，早上7点15到达的高点啊，这个时间大家都在刚起床忙着吃早饭呢啊。只有很多能熬夜的人能抓住这个啊。然后今天我有朋友做那个GMT 啊，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就是掌握了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啊，他在临近8点的这个位置上做了多头啊，做了多单啊。所以你看啊，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啊，一定要注意好的时间点能给你带来更好的一个获利机会。现在我所知的好的时间点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7点半到8点啊，因为币安的收开盘时间是在每天早上北京时间早8点啊，这样呢，它在日线上会做一个日线的收盘动作和开盘动作啊，所以呢，7点半到8点啊是一个可以抓的位置啊，另一个时间点呢是凌晨1点半到2点啊，这个时间段呢是美股走到中场位置的一个时间点啊，这两个时间点呢都是比较好的一个转折点啊，行情上一个好的转折点。所以呢，你看啊，时间对这个价格来说也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那么我们就把之前说的啊，在行情当中3个要素：趋势、位置，还有你的仓位，改变成趋势、位置、仓位加上时间啊，这样呢，你就能更好的把握行情当中的一个关键点，在关键点和关键价位和关键时间上去做单啊，你会有这个更大的获利把握。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